不可否认，这些年在家庭装修中非常盛行温馨的原木风、奶油风装修，那种浅色系与原木色的搭配，让家多了一丝烟火气，温馨感十足。但是大部分人在选择地面材料时都很纠结，归根结底是因为地板虽满足了原木风的温馨感，但防潮性差，售后问题多。瓷砖虽说不怕水，但又没有地板那种天然的木材纹理。当木纹砖这个产品进入家装市场后，它的出现是否完美的解决了这些问题？那木纹砖都有哪些优缺点？为什么有些人用过之后就后悔了？在我看来，木纹砖虽然优势明显，但也有4个突出问题是硬伤。一、为什么有些人会喜欢木纹砖？它有哪些优点？一、木纹逼真，颜值高。从视觉角度看，木纹砖表面花纹是仿造天然木材纹理，所以铺装后具有木地板的视觉效果，颜值很高，铺装效果显着非常高档。而且木纹砖还可以不同造型铺贴，例如人字拼、鱼骨拼等。二、耐磨度高，不怕水。从耐用角度看，木纹砖是砖类产品，非常耐磨，同时还不怕水，特别适合南方朋友，既享受到木地板的颜值效果，又不怕潮湿的天气环境，售后问题基本没有，非常省心。相比较之下，木地板耐磨度不够，需要精心维护，而且木材遇水之后膨胀变形，情况严重的话还需要更换地板，且售后问题也多。三、环保，无甲醛。木纹砖对比木地板还有一个较大的优势，就是木纹砖是瓷砖，环保无甲醛。很多朋友因预算等原因没办法选纯实木地板，而选择3层实木、多层实木，甚至是强化地板。那么选择这几种产品就会面临选不好就存在甲醛隐患，尤其是在地热盛行的北方，地热会使地板加速释放甲醛，所以这也是很多人选择木纹砖的原因之一。凡事都有两面性，木纹砖也是如此。很多人装修新房之前，因为没有经验，自然而然的会去网上看看别人家都装什么风格，用什么材料，包括小编也一样的。看到有网友家用木纹砖，装的效果也是自己也喜欢的，就盲目跟风。但等到实际用过之后，才发现木纹砖不可避免的4大硬伤。二、为什么说有些人用过木纹砖会后悔？它都有哪些硬伤？一、平整度差，质量参差不齐。因为木纹砖大多数都是由大砖切割而成，有些避免不了就出现了中间拱两边翘的现象。越长的砖平整度越差，铺贴后存在高低差不平的情况。听熟悉的瓦工师傅说，基本每个品牌的木纹砖都或多或少的存在这种情况，并且上网看网友真实反馈后，几乎都有铺装后平整度相关的缺陷。网友真实反馈暖洋洋，虽然一直知道木纹砖容易铺不平，但是我那最高最低的那一个地方都有 0.4 至 0.5 厘米了，返工了一共8片，还刚好赶上我这边安装中央空调的时候来返工，现场真是乱得一塌糊涂，闹心。橘子的家最初选木纹砖其实并不是为了省钱，总之一言难尽。虽然也了解过木纹砖多少会有铺不平整的情况出现，但这个高低差我真的哭了。二、表面藏污纳垢，不好打理。为了仿照真实木纹的感觉，有些木纹砖表面采用了凹凸有纹理的设计，表面不平整，在日常打理卫生的时候，这些有纹理的地方就容易藏污纳垢。很多人买的时候没多想，都觉得瓷砖都是好打理的，用过之后才后悔，当初不如买平面的了。网友真实反馈周瑶瑶，听我一句劝，尽量不要买表面有纹路的木纹砖，不然我的今天就是你的明天，擦的我手抖啊，太能藏污纳垢了。兔子还是想劝劝想买木纹砖的朋友，别选表面纹路太深的砖，卫生真的难搞。三、造价高，人工费贵。市面上的木纹砖质量良莠不齐，价格也是一样有高有低，买个大品牌好一些的木纹砖，其实算下来还是比实木地板便宜不少的。但是买砖的费用可不是铺装后的费用哦，后期的沙子水泥先不算，人工费70100平方左右，加上美缝费用2580平方左右，整体算下来要约合200300平方了。这个价钱都可以买到原木地板了。网友真实反馈阳光，木纹砖比普通瓷砖要贵一些，还可以接受，但后期真的太费钱了，上楼费、人工费、环氧采砂、美缝钱加一起，不如买木地板了。四、美缝不好做，
容易翻车。大家基本都知道，木地板是卡扣式安装的，把每片地板按照卡扣的朝向拼好就可以。而木纹砖是瓷砖，都是用水泥砂浆铺贴在地面上的，正常情况下都是要留收缩缝，然后用美缝剂填好缝隙处。但是由于木纹砖本身会存在变形的情况，铺贴后两个缝隙处有高低差，这就导致美缝的时候不好施工，后期高低差更明显了。网友真实反馈 I can see you 啊，装修到现在脾气都被磨没了，但是这次的坑真的很大。木纹砖高低不平，美缝之前看不大出来，美缝以后特别明显。工长说是砖的问题，为什么不早说？气愤。再有就是选择美缝的材料，大多数都是美缝剂或环氧彩砂。美缝剂因为是亮面的质感，所以用在亮光瓷砖上效果会更好。环氧彩砂是磨砂哑光质感，所以用在抛釉砖、仿古砖等哑光瓷砖上效果更好。因此木纹砖建议选环氧彩砂效果更好。建议大家在填充材料颜色的选择上，还是自己多费费心，尤其一定要在白天趁阳光正好的时候选颜色，别像下面网友一样选错颜色，追悔莫及。网友真实反馈乌林凯，装修用的东西一定要自己确认，别听推荐。本来原木风的家变成孙悟空的眼睛爆闪，有种有家不想回的感觉。贝卡，本来和师傅沟通好颜色了，上班不在家，家里老人却直接改成金色，说是大气，真的好像袈裟已经重做了。必须要承认，木纹砖相比于瓷砖和木地板有着天然的优势，但不可忽略的缺陷也很明显，所以在选择时切勿盲目跟风，适合自己需求的才是最好的。最后，也希望这篇文章能让大家在选择木纹砖的时候带来一些参考和帮助。有一说一，现在的国人都有厉行节俭的习惯，恨不得什么东西都要重复利用。不可否认，这种传统美德是好的，但是不知道你发现没有，时间久了，家里就会有各种堆积如山的杂物，不仅会影响家中的干净整洁度，还会让心情变得很糟糕。尤其是厨房这个区域，一些不起眼的小东西有可能会对你的生活和家人的健康带来很大的危害。本期小东就带各位做一次断舍离，把厨房里不该留的东西全部扔掉，绝非迷信，都是有所依据的。一、发霉变形的木筷子，相信大部分家庭的厨房筷笼里都是木质筷子，因为和其他材质筷子相比，木筷子有轻便、好夹菜、不易滑落等优点，同时也方便清洗。虽说木筷子好用，但自身缺点也比较明显，洗完后放在筷笼里很难晾干，久而久之就会出现发霉的现象。而且不管你是深度清洗还是用开水蒸煮，都是无济于事的。最好的办法就是扔掉换新，原因是因为木质筷子一旦发霉，就滋生大量肉眼看不见的细菌，长期使用这样的筷子就容易出现肠胃不适、拉肚子等问题，对咱们的健康是有很大危害的。小东建议家里有使用传统木筷的，要做到经常消毒，并且最好放置比较干燥的地方存放。发现筷子上有霉点或霉斑的，要及时扔掉换新，建议3到6个月左右就更换一次。2、没有涂层的不粘锅，现如今不粘锅已经成为了大部分家庭厨房的必备品。用过不粘锅的人都知道，它的优势就在于那层防锈涂层，一旦涂层掉落，最好别用了。原因如下：首先，不粘锅的涂层脱落后，就容易导致不粘锅受热不均，最终的结果就是食物在烹饪的过程中出现黏糊的情况。其次，表面涂层掉了后，就会在炒菜的过程中日积月累各种油污，后期清洗起来也非常困难。另外，掉落的涂层在高温的作用下，还有可能污染到食物，有可能会危害到健康，得不偿失。因此，小东建议家里有掉了涂层的不粘锅，还是要尽快处理掉，不要心疼。另外，家里正在使用的不粘锅也要注意保护好涂层，尽量不要用金属锅铲以及铁刷清洗。3、长期冷冻的食物。都知道民以食为天，自从冰箱问世后，家家户户都会把家里的冰箱塞得满满的，以备不时之需。但是咱们都知道，冷冻过的食物虽然能吃，但并不代表好吃，这完全是两码事。特别是一些蔬菜类的，比如说生菜，冷冻后的口感就像塑料，根本也嚼不烂。还有煮熟的肉类，烹饪过程中水分会大量流失，所以解冻后口感会变得极差。因此建议大家最好隔段时间就去检查一下冰箱，看看是不是有放进去很久或者早就过期了的冷冻食物，千万不要不舍得，尽快扔掉，因为长期存放在冰箱里也会滋生大量细菌。小东建议有些食物冷冻时间长了也会出现变质、发臭的情况，所以如果发现气味不对，千万不要食用，马上处理掉。为了自己和家人的健康，
也不建议长期食用冷冻的食物。4. 脏兮兮的抹布。在咱们的日常生活中，擦东西的抹布是在做家务的过程中最主要的清洁工具，尤其是厨房里的抹布特别多，很多人用完之后就会摊在厨房台面上，或者丢在角落里，等下次想用的时候就用水冲一下，再接着用。而且还有不少人明明发现抹布已经破损严重，发黑发霉，甚至还会散发出刺鼻的味道，还是不舍得扔掉，以为洗一洗之后完全不影响正常使用。殊不知，高频使用的旧抹布堪称细菌培养基，上面已经有了数亿千万级的细菌。为了远离疾病和家人健康，劝你要尽快处理掉。小东建议，抹布虽小，但使用频率很高，千万别忽视卫生问题，建议日常要定期通过煮洗和暴晒等方式进行消毒。另外，使用后要及时清洗，并摊开晾干，出现破损或发黑情况要尽快扔掉换新。5. 有明显发霉的菜板。除了木质筷子外，相信大多数家庭常见的还有木质的菜板。木质菜板好拿又好用，承重性也好，但木质菜板和木筷子一样，用久了就会发霉发黑，而且看上去特别脏。这个东西一旦发霉，就会滋生大量的病菌，而且稍微有点常识的都知道，发霉的菜板还有更厉害的黄曲霉素，它的危害自然不必多说。所以木质菜板发现开裂发霉的情况，千万别犹豫，直接扔掉，不要还想着通过什么阳光暴晒深度清洁后再重新使用。小东建议，综上，有明显发霉的菜板建议尽快处理换新，千万别为了省小钱再危害到健康情况。另外，家里如果使用木质菜板，建议清洗时最好撒一把盐，既能起到消毒作用，同时也能让菜板清洗更干净。此外，担心木质菜板用久发霉，可以选择不锈钢菜板，后期使用可以省心不少。6. 缺角或有裂纹的碗碟，就是家里的碗碟有部分出现缺角、缺口，或者是有明显裂纹的，要及时扔掉。这种情况在我们老一辈的家里是比较常见的，因为老年人都比较节俭，会觉得碗碟虽说破了个口，但并不影响使用，让他们扔掉自然会很心疼。但殊不知，缺口破损的碗碟危害极大，因为在使用的过程中，一个不留心，搞不好就会割破手指或者是嘴唇，得不偿失。另外，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破损的碗碟寓意也不好，长期使用也会认为不吉利。小东建议，现在的碗碟价格都不高，一般家庭都能消费得起，所以没必要节省。发现有破损缺口的碗碟，还是建议尽快扔掉换新。结语：如果你家的厨房也有以上6样东西，建议尽快处理扔掉，真的不用心疼。断舍离之后，你会发现厨房里也会变得更加清爽干净，同时也为做家务减轻了负担。视频最后也想问一下大家，你认为厨房里还有哪些东西是完全没有必要留的呢？